OK，好的。大家好，我叫 Johnny，我是现在我们 Atira Peel Street 的 Customer Service。然后今天呢，我跟大家还有 Sarah 也在这边，然后我们在这边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Atira 周围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的话呢，离我们 Peel Street 那栋楼呢，大概是走路有个5、6分钟的样子。现在这边呢，就是墨尔本的 CBD，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高楼。然后那边呢就是 MIT，走过去大概就是5分钟的样子，就那边有很多圆的玻璃的那种。然后这边呢是右手边是我们的 Victoria Market，现在呢已经下班了，但平时的话这边人非常多，因为这个市场的话是主要是卖一些生鲜呐、然后还有很多工艺品啊，很多艺术品这些的。这个市场在这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这边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建筑，所以它作为一个很好的传统保留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学生呢，有时候也会来这边买东西啊、买菜啊、肉啊什么的，这边东西都很不错。然后墨尔本呢，这个市中心呢，其实生活还是挺方便的。有些同学可能觉得出国在国外，然后生活没有国内那么方便。然后其实墨尔本的话，特别是在市中心这一块呢，基本上都还是非常方便的，可能和你在国内感觉一样。这边的话呢，外卖啊什么的都很方便。然后楼下的，包括这个国内的很多美食啊，像海底捞什么呀，这2年也都有入驻过来，所以大家吃的这方面呢，应该也都是应该也不用担心太多包括呢，在这边呢也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商店吧，包括这些各种时装啊、名品啊，这边都还是非常方便，都走路都在10分钟以内的。还有我们这边的就华人群体也相对比较大，大家也有很多娱乐的，包括这边的什么 KTV 啊，然后这些娱乐服务啊，这些都还是挺发达的，所以生活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然后这一块呢，平时主要都是一些小的这些咖啡馆啊，然后还有餐馆。这边的咖啡呢，咖啡店一般都是大概4点多、5点基本上就关门了，因为主要是白天的时间，这个在这边吃一些点心啊，包括早餐啊、午餐，然后喝一些东西啊。墨尔本的咖啡在世界上来讲还是比较还算是比较有名的。之前我就是去欧洲啊，我当时以为法国、意大利咖啡蛮好喝，其实去了之后，我回来我还是觉得墨尔本的咖啡最好喝，因为这边的咖啡文化由最早这边的意大利人带过来，也是有蛮悠久的这个历史。包括这边呢，因为有不同地方国家的移民嘛，所以他这边吃的很多东西也都会继承这些国家比较好的那些。像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他平时这个卖这些生鲜的这些市场，包括水果呀什么的，他这边都是他们郊外的这些农场呢，他们这个就是那些商家，他们会开一个小的卡车，他们载着都是他们自己就是种的这些东西，所以也很新鲜，而且价格也是我记得还是蛮便宜的。我前一段时间过来过，像那种1公斤的那种橙子呀什么的，基本上就是2、3澳币，大概就是合人民币10块钱左右。我觉得可能比国内的那个水果什么还要更便宜一些。这边有很多肉啊，包括那些特别是维妈蛮有名的，就是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肉类制品，有一些熏肠啊什么的，都做的很好吃。大家可以看到右手边就是这些都有很多不同的店铺，有一些是就是当地人蛮爱去的，像那个就是 bar，他们有叫 pub，就是就这边的算是比较澳洲的一种文化吧，就这种小酒馆，它里面有一些就是像当地产的一些啤酒啊，然后各种 cocktail 啊这些的，一般晚上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里面。现在这会儿基本上都摊位都收了。
现在摊位都收掉了。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墨尔本的 CBD 了，我们抬头就可以看到。大家看这边，像这个店铺，这是 Chinese medicine，这个还有这个做这个怎么说中医这一块的也都有。可以看到还有这个做这个足疗按摩的，大家学习累了可以过来做一下。这个叫红卫中医诊所，这有中医。这家店也很有名，这家是专门卖帽子的店，各种各样的帽子，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不管你是什么风格，都能找到自己的帽子吧。像这些都是比较像墨尔本他们这边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是有点那种就是蛮嬉皮士这个风格的，因为在街上看到蛮多人戴这种帽子。还有很多当地的这个 designer 设计的这个衣服。同学说，街上人好少。对，这边的话呢，目前对，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它关门了，对对。3点关门。对，它3点就关门了。然后平时的话，就是人，开门的时候这边人流量还是蛮大的。这些店都是在公寓附近吗？对，离公寓的话走路大概5分钟的样子。但这个市场蛮大的，这边的话应该是大家都可以看出来，那边都望不到头，它大概是有几百个摊位，据我了解，卖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车流量都是往一个方向走，那个方向就没有，就是都是出城的车，因为现在下班了。今天要做这个美甲，然后这个理发店，这边男士理发的话，大概就是20-30一个20-30澳币一位吧。有人问附近有超市或者中超吗？有的呀，就是我们那个楼后面就有一个亚洲超市，就是就在楼的后面，一下楼就到了。一会儿我们回去可以带大家看一下，还有中餐馆也有。等一下呢，我会和 Sarah 我们就是坐电车，就是去我们那个楼。其实走过去也非常快，几分钟。但是也大家感受一下墨尔本的这个电车文化吧。这个电车在这边有非常久的这个历史了，就是在很多城市已经不再用了，但是这边的话还是有非常这个就是蛮庞大的和它的一个这个电车网络还保留了下来。真的吧？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店都是这个，特别是左手边这边都是挺有这个欧洲这个风情的。它这边呢，一般像这种店铺呢，它的历史超过100年之后，政府都不再允许拆掉了。比如说，它就算后面是一个大楼，它前面的楼下这个店铺的外地面也是不允许拆掉的，所以它比较重视这个文化这块的这个保护。因为我之前在大学，我也是在 MIT，然后毕业的，我当时学的是建筑学，对，我对这块稍微了解一些。
电车的话，我们大概就是一站或者两站吧，应该是2分钟就到了。对，这边的话就是电车，现在是2个小时，好像是4块多吧，这个票价好像是4块多，全天好像是10块钱左右。所以但是一般住我们这边的那个小朋友呢，因为走到这个市中心就大概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或者他们因为我们其实那个楼呢离那个墨尔本大学更近，大概走路的话就不到10分钟，所以他们一般也不需要支付这个交通费用。特别是住在像 Peel Street 啊或者 La Trobe Street 这个基本上都不太存在交通费用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交通费用在海外的话，相对国内还真的算是比较昂贵的。特别是你像这公交可能还好，特别像出租车的话，打一次车，基本上像从机场到我们这边，就可能要起码60-70澳币吧，就合人民币大概300-400块钱这样的。对，附近有什么交通啊？我们公寓附近就是有这个电车站，这个电车的话就是可以到这个墨尔本的这个市中心，然后如果你坐到反方向的话，它其实是到北区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你一般到市中心之后呢，你因为市中心的车站就是火车的总站就在市中心，所以你去墨尔本的任何一个地方，基本上都可以在那边坐。对，它是到那个墨尔本火车的那个总站的。然后包括那个去机场的那个大巴，然后也是在火车总站也是可以有这个接驳的地方。对，你说很方便呀。对对对对，真的还是蛮方便的。因为我自己住在郊区嘛，因为郊区的话就你基本上出门都只能靠开车了，然后或者是要坐车但在这边的话呢，基本上就不需要就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基本上步行都可以到很多地方了。对，你从这边可以看一下整个 Melbourne 的那个 skyline 全都可以看到，都在这些楼。它这边和国内不太一样，就是它的这些高楼全都集中在就是它市中心的这一小块地方。在郊区的话就看不到楼，一般都是顶多就2-3层这样的，偶尔有几个高楼。这边现在还算是人比较多的，有时候到晚上或者在郊区，基本上路上看不到人。这靠那也是一个小酒馆，然后 Cotton Jaw 也是这边蛮有名的就是一个啤酒的一个品牌。你就说确实比刚才人多。对，附近有没有中餐馆呀？有的有的我们楼下的话就有2-3家中餐馆，然后还有一些披萨呀，马来西亚餐，然后有2个日本餐，一会儿都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这边的那个外卖的话也挺方便的，就是大部分特别是据我所知在就是市中心这一块的话，大部分好像也都没有运费的，所以基本上都很方便。市中心的话，据我所知，中餐馆可能应该都超过上百家了吧？你看各个什么地方开都有。要不要交同学一下这个？太便宜。对，这个的话就是墨尔本这边一张交通卡，然后你上车的时候就要刷卡，然后下车就要再刷一下，这个就比较简单。对。还挺快的，是不？如果住火车的话，公寓有停车位吗？我们公寓是这样的，就是公寓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停车位，但我们旁边有一个停车场，是可以办那种每年就是多少钱这样的，就在我们楼的后面。对。
再下一站，对。对，刚才那个同学问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楼里面也有同学，他们也有那个有车的，然后还有2、3个同学，他们有买那个摩托的，然后都是停在那个旁边那个停车场，好像费用也不贵。对，2站就到了，就是两三分钟吧。现在就下车了，就这么快。正好可以过。对，因为墨尔本现在是秋天了嘛，现在秋天的话，特别是像这个就是还有那个像枫树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楼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是有2栋楼这样的。然后我们和夏尔先从这个周边，然后我们再回来，对吗？对。好，我们对面的话就是墨尔本的这个皇家医院，这个皇家医院的话就是是墨尔本这边最大的医院了。如果真的身体不舒服什么，可以随时过来，也挺方便。对。然后大家看到这边的这国旗对面这一块啊，大家可以看到墨尔本大学，就是这个楼都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校徽了，所以就这么方便。我们这栋楼大概有5、6成的同学都是墨尔本大学的，就过了马路就是学校了，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快上课了，然后突然下来了好多人，就是这样，快上课大家再去就可以了。然后他们现在这栋楼下面，大家看到这个蓝色围栏围起来这个工地呢，是墨尔本正在修的这个地铁站，这边将来有一个新的地铁站，大概也1、2年内也可以修好了，也非常方便。这个地铁站将来还是就是通到那个机场的那个地铁，机场那个地铁是正好是从这一站走的，将来就是坐飞机什么也很方便的。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楼这边呢，大部分这个吃饭的地方呢和买东西的都是在这条街上。墨尔本的秋天就是落叶很多，有很多不同的树。然后这边这个餐厅呢，就是我因为离得比较近嘛，所以这边的餐馆我基本上都吃过。然后这家呢是专门做海南鸡饭的，就是做的蛮好吃的，还有烧肉啊什么的都不错，大家应该都挺能吃得惯的。他们也好像在拍他们的菜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平时这边的话，我们楼的同学过来的也蛮多的。然后我们再往前的话，这边是有一个韩国菜，对，这个叫 Sin Jong，这个应该是这个韩国餐。之前吃过他们那个石锅拌饭还不错，带大家看一下。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个韩式料理了，然后石锅拌饭啊，包括它有这种叫 school tree，他们有这个紫菜包饭对吧？好像是这个，还有 KFC Korean Fried Chicken 韩式炸鸡，什么都有。
然后这个旁边呢就是当然有同学问的这个亚洲人超市啊，就是这个里面今天休息的，所以平时的话他们还可以进去看一下，就是基本上国内你想买的东西，它这边都有。对啊，你看它现在都这些，还有这些自助火锅呀，什么零食啊什么的都有，你基本上能想到的国内的一些吃的东西啊，这边都是有卖的。今天为什么会？对，因为这边的话呢，现在是这样，就是他们这边呢一般都是有时候是周一休息，有时候周二休息，有时候他们会在周中呢选择一天休息，包括这边的餐馆，还有这个很多店铺都是这样的状况。你看大家这家店还是收支付宝、微信的，是不是很方便？你也不用换钱了，它一般支付宝那个汇率还真的一般都蛮好的。对啊，不然给大家看一下。这老板那个我们那同学都认识他，有时候就是他这个老板还什么提供寄存行李啊什么的。之前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多同学回国什么的，但是后来我们公寓自己做这个寄存行李，我们也有这个，当时没想大家需求那么大，现在我们也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然后这边左手边这边有一排饭店，这个我就经常来。这个国内叫达美乐是吧？这个 Domino's 是披萨，对。我给你看一下，也很便宜啊！你看这个3块，小的3块，大的5块，然后7块。而且这边因为肉也比较便宜，所以这边的披萨放肉放的都挺多的。我记得我回国吃过一次那个必胜客，啊，感觉好像挺贵，然后肉挺少的。你可能国内肉可能相对贵一些，这边便宜，它那个披萨肉也放了很多。这 rice cooker 我蛮喜欢，我经常来。rice cooker 的话，它有中文的这个门啊，现在是还没有开始，它5点开门。它基本上所有的这些能想到这些中式啊，包括马来式这个饭，它都是有的，像什么春卷啊、虾饺啊、沙爹鸡串啊、锅贴呀、对啊，各种东西都有，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还有做寿司，然后饭有啊，好多种。它的 menu 真的是有的时候还蛮多的，有几十样菜，而且我基本上尝过，不能说所有的吧，但是尝过其中大部分，都还是蛮不错的。包括这个老板他也经常就是跟同学打折什么的，你就说你在这个P2P做，他有时候会给你打折。然后呢，这边是有一个叫 The Trade of Friends，这个是一个咖啡，这咖啡我经常来，特别是早上，有时候早上就是上班会过来看一下。然后这家店呢，也是在当地很有名，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附近医院的人啊，都能闻到那个咖啡的香味儿，对吧？叫 Trade of Friends。他是一个法国的一个真的是法国的一个老板，他在做他的那个点心啊什么都还蛮正宗的。然后走到这边就是大家看，这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7-Eleven 的一个超市，加油站。然后那边还有一些餐馆，但是我们今天还去那边呢，对。然后我们今天就回来，那边还有一些泰国菜，然后还有一个做一个中东菜的，做烤肉这一块，看上我们公寓。嗯，哦好，对对。老板不在吧？啊，在的话可以给他打个招呼。这是一个花店，这个如果你有什么，他还有卖一些小熊什么的，情人节啊什么各种节日，
有时候对吧？这个女朋友突然生你气了或者什么的，赶紧过来买个花。因为这个花店老板呢，因为就经常去我们公寓送花，所以啊，我一看，哎，我要么就是吵架了，要么就是有自己的这种 special day 什么的。然后到这个墨尔本大学那边呢，也是有还蛮多那个饭店的，还有那个超市啊，什么都有。从这条街过去呢，就是那边的话，我经常去的一个是我有时候经常去那边有个 KFC，然后还有就是那边有个做兰州拉面的，也很不错，还蛮正宗的。然后我们这个楼下面就有一个小的这个小卖部吧，这个有个 Easy Mart。如果大家就是临时缺个东西啊什么的，有同学就是手机卡也在这边买啊，缺个什么吃的洗衣粉都可以在这家店。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回到我们楼这边了，对，哦对，然后一会儿我们还会采访一下我们的一个住在这边的学生，啊，他在这边也住了蛮久了，可能会有一些蛮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那这个就是我们247号 Peel Street，我们就是那个入口就在这边。哦，Vicky 已经在那边了。然后我们这个都是要这个是我们住户的卡，就是平时进门呐、什么都要刷这个卡的。然后上楼之后呢，你在房间里面，然后也都是需要用这个去取件，就和在酒店是一样的。所以在这边呢，大家也是觉得特别是我们很多父母过来嘛，就是也是觉得蛮放心的，因为这边我们这些安全措施做的真的很好，就是闲杂人等都是不能进来的，然后两道门。然后我们的这个前台呢，服务人员都是在这边24小时的，有任何就是需要帮忙的或者什么都。今天是我们这个 Kelly 在这边，Hello Kelly，you're on live now 这是我们那个外卖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优惠，就是一共有等于是大概相当于68块钱的这个送餐的这个优惠券，还蛮好的，很多同学用，我自己也偷偷用了一张，但他又给1000个了，蛮多的。对，这是我们同学在这边，他有写一些住在这边呐、然后他有什么感想啊，或者是有自己一些愿望啊，可以看到，很有意思。还有写这个疫情好了就能回家了，祝大家在异乡也平安顺心，大家期望都能有理想的成绩啊，这些 pass exam be better。还说好热情的姐姐，说凯莉很热情。对啊，凯莉非常热情，我们很多住户都很喜欢她，然后经常找她下来就不忙的时候都会过来聊天，然后就是有很多学生都和大家最后都成为朋友了。嗯，然后我们现在要给大家采访一下我们的美女 Vicky 小姐姐。我现在把这个话筒给你。
对对对，差不多有1年了。嗯，下面的声音好，可以听到，对，听到吗？OK。？OK。我觉得可能大家我们这个 kitchen 做的。行，我们要走这边就是让大家分享 kitchen。这边有很多做的这个公共的区域。你们两个在我前面，然后我就看。好。好。好吧，就这里吧。好，我坐这边。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吧。我的一个是就是你在Akira这边你比较喜欢的地方，或者你比较爱去的地方。各种都可以。就我爱去的地方应该是 rooftop 吧，就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大家就因为很多桌子嘛，就大家可以在那边读书，或者是可以跟朋友在那边就闲聊等等的。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个 barbecue pit。对，那边大家可以做烧烤啊等等的。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个区域是那个 lounge， 对吗？对，小一个会客厅，那边有一个蛮大的电视机所以我们会有时候我跟朋友会一起上去那边卡拉 OK 就唱卡拉 OK 或者是看电影。没有，不是看鬼片。我们小电影院都会这样看，但那边的话也是，它 rooftop 上面环境很舒服。对，我喜欢那个 outdoor area。对，那个。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差不多就是说你大概在你的 room outside 之外，大概在哪里时间比较多？也是在 rooftop 那边吧？我看很多同学都是在那边，好像经常因为我见到有同学，因为可能我们这边大家比较有信任感比较强吧，然后经常看到就一个 laptop 在那边，然后人不见了，然后我们楼上看到哇，好多那个电脑在那边，对，然后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公共区域呢，大部分都是有监控的，大家也比较放心，我看都放在那边。对。就是我去那个1楼那边，经常看到那个有同学他们东西放在那边好久了，对，好几天都没有。对，好几天都没有。对。有同学会最喜欢房间的哪个部分呢？房间就我现在住的是4个房间 share kitchen。So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 kitchen， 因为 kitchen 蛮大的，所以而且现在是暂时一个人住，所以我一个人可以霸占整个 kitchen 的房间，整个冰厨的东西都可以对，随意放。对，因为我蛮喜欢烹饪的，所以kitchen 是我最喜欢的地方。而且我们的 kitchen 就是包括那个灶台然后烤箱什么都是。对，非常方便。这可以用4个词，就是形容一下你这个太极佩。4个词我现在中文想到的是中文想到的是美满的家。我不知道。对。对，全包。所有的这个水电然后网络是蛮快的。对，超快的。我在这边看过那个电影，因为是那个光纤的网络，所以就不用担心没有流量限制。那你是从哪个学校的呀？上读哪个大学？莫大。平日你是怎么上学的？去莫大？平日就现在大多数是上网课嘛，所以大多数是在家，或者是有时候有1-2堂课，一个星期有1-2堂课需要回去学校的，那我就会在学校上课，然后在图书馆问书。对。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可以提问哦。平常房间里面的就是跟室友的话，共享空间的那个卫生是怎么安排？就是你们公共区域的话是怎么安排打扫卫生呢？保持清洁这样子。有室友吗？之前是有室友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像一个星期早一天，应该是拜六或者礼拜天，就早一天一起打扫。对。我好像有
我有见过很多不同的这种形式的，这种是蛮多的，大家找一天一起打扫。好像我之前有见过，就是有同学蛮多是他们好像每周找一个同学，就这样 rotate 这样轮流。然后他们会在那个冰箱上，因为我有时候去进去，然后他们有叫我帮忙什么，然后他们冰箱上会贴一个，就是一个 rotate 那个表，然后这周是谁，这周是谁，这周是谁。啊，那挺好的，这样也蛮好的，有很多形式。然后因为像私人间的话，有两个卫浴嘛。对，有2个卫浴，所以也不存在抢厕所。对。我人间的话是有3个卫浴，所以基本上不大可能3个同学5个人3个同学同时上厕所，所以一般都还好。然后大家都卫生啊什么的。当然我也见过，就是4、5个男生，然后寝室不能看。但是一般就是我们这边呢，就是如果大家特别是就是有时候考试比较忙啊什么的，大家确实没有时间打扫，然后公寓这边呢也提供这个打扫卫生的这个服务，然后收一部分费用，然后但是其实大家均下来没有多少钱。有时候他们真的是那些男生，然后就过来找我们说，然后就订一个那个整个一个大的清洁，然后一个人花。这个房间是关网络的吧？然后上网是那个光纤的快。然后还有同学问，公寓一般会举行什么活动，多久一次呢？活动的话，这个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回来。对活动方面就差不多每一个星期都有活动吧，而且一个星期至少有两三个，然后大概都是就是有给吃的啦，然后有带你出去玩的啦，对，大多数是这样。最近因为是靠近 NZ， 对，还没 NZD 是礼拜天，所以我们 NZD 这个礼拜会有一个好像是去 The Shrine， 对 The Shrine 去看看 The Shrine， 然后会观看一个 NZD 的电影。昨天什么活动呀？昨天对，昨天是 barbecue。对。去阿秋那边有学一个教画画的。对，我们也是有画画班，蛮多艺术班的，其实蛮多手工。请来一个就是那种艺术家。对。讲一讲你最喜欢的一次活动吧。最喜欢的活动我喜欢烘焙的活动。对，就做蛋糕，做杯子蛋糕超喜欢的。每次我都当小白鼠。对。Johnny 要不要吃一个？但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吃到，还不错。还行，还不会拉肚子。因为我们一般都会有人帮忙嘛，然后就告诉大家怎么去做，对，然后follow那些 step 一般不会出问题。还好。在公寓可以交到朋友。有啊，肯定的。这些活动的话，大家都会报名嘛，对，有不同的就是大家都会过来，然后都其实有很好的机会互相认识大家。包括每个学期刚开始，我们会有一个就是 welcome party。对 welcome party， 对。然后大家就是我们会提供零食饮料然后大家我们会找就是上次在 rooftop 嘛，对吧？对，大多是在 rooftop。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烧烤然后就是邀请大家所有的人都可以过来，然后大家都可以见面认识一下。带大家看看这儿的 kitchen 吧，你不是最喜欢烹饪吗？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有这些橱里面有那些用具，大多数是锁着的了，所以只是 event 可以用，但是resident 是可以跟那个前台，对，跟前台拿锁匙，然后用这些东西。如果你拿自己东西的话，你可以直接过来。对。不需要跟我们讲。因为我之前有见同学过来做火锅。火锅。火锅。在房间味道比较大。对。在这边煮火锅。然后还有今年之前他们有在那边包饺子。对。抽烟机，然后是非常大的。这个烤箱也很大。这是冰箱，对。洗碗机这边都有。这都是锁着的吗？洗碗机是开的冰箱是锁的。
同学可以把东西存在这儿吗？可以啊，是的。可以啊。然后大家能看到这边是认真学习啊，什么东西都可以。这里有就是很多这种公共区。这些同学写的那个。好像有些写他们怎么认识的。对对对。对，看到这名字，这个也是我写的。当时就圣诞节大家圣诞树，然后给大家照相。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啊？可以问一下。没什么问题。对，不会太拥挤的。这边主公共区域的话，基本上隔个3、5，因为我们有20多层嘛，大概隔3、5层就会有。还有电影院啊，还有游戏室啊，有乒乓球台，然后还有那个有那个 PlayStation、Xbox 我们都有的。好，那就做一下总结吧。就是希望大家喜欢吧，我们这边还能听到吗？你给我买。需要我们的耳机。换一下好一点。然后呢，我们这里就是Ativa Peel Street 这边呢，就是像我们刚才夏亚和我在这边走过，这边周围呢大家都是蛮方便的，然后包括去市中心呐，去 MIT 还有墨尔本大学都很方便，都是可以就是步行的距离，而且包括平时周围的这些饭馆啊，然后这个买东西的地方啊，都是有的，基本上都是在一下楼就有很多东西，所以呢。位置上我们应该可以说是因为毕竟现在这边他们肯定都是我们公寓这边公司都会考虑很多这些如何让大家更方便，所以这个位置上大家应该是可以放心。包括刚才我有讲，就是我们同学住在这边呢，反馈也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是一个purposely built 就 student accommodation 都是按照就是怎么让学生住得更好，然后这么去设计的。所以呢，包括大家比较concern 的这个网络呀，包括这个各种的，因为其实澳洲这边的水电费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蛮贵的。因为我自己呢，因为我现在和家人住在郊外嘛，包括电费的话，一个月可能就200-300澳币这样的，就特别是冬天啊。但我们这边全都是包在这个房租里面的，包括网络的话，贵点一个月也要几十块，然后这边全都是包含在这里面的。所以呢，也是大家都就不用烦这方面的心了。如果你在外面租房，就要考虑很多这方面的东西，特别是如果你要和室友合住的话呢，就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同学就是之前在外面住了一段，然后又回来了，因为什么？他室友他们合租了一个公寓嘛，apartment，然后那个同学他毕业回去了，然后呢，他自己要付所有这个费用，就很不方便。但像我们这边呢就很灵活，就是你需要住多久呢，你就可以在这边，然后呢。对，这样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因为每个同学都是不同的这个学期入学啊，什么毕业时间不一样，我觉得学生公寓肯定是更方便一些。对。跟他们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小聚老师吧，联系我们一乡好聚的老师们。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们一乡好聚的老师们，然后随时的，就是他们也会跟我们随时的联系各种的反馈啊，包括这个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吗？谢谢主播小哥哥小姐姐。哦，谢谢，希望大家喜欢。对。没问题。下次我们可以就是那边市场开放的时候，大家看一看，非常热闹。对，Sarah 小姐要不要看一下？就是美女比较害羞。好的，那大家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谢谢。